他的指甲比你的手還要長，最长的有20厘米，小拇指的指甲最正常，看起来却顯得格格不入。他說小拇指是專門摳鼻屎的，他淘米時不用手，2根指甲勾摟勾摟就淘洗乾淨了。開火時用手背，打雞蛋也是小菜一碟，吃飯也能熟練的使用筷子，但我感覺筷子有點多餘啊。電腦打字用鉛筆，剝橘子就要用鑷子，戴手套也難不倒他，把手套剪個小洞就行了。金剛狼見了都直呼內行啊。他還要花大量時間保養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夠用1次的，完事還要給指甲戴上保護套，以防在睡覺的時候折斷。出門上街必須要把指甲護在胸前，回頭率那是100%，路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。大姐不僅指甲長，頭髮也很長，頭髮都能拖到地板上。我覺得她演梅超風都不用化妝，即使是周圍鄰居在晚上遇到大姐也會被嚇到。鄰居都想不通大姐為啥要留那麼長的指甲，原來大姐從小就愛臭美，最喜歡做的就是塗指甲油。有一天晚上做夢，夢中人告訴她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能剪指甲，否則就會遭遇不幸。剛開始大姐也沒當回事，這不就是個夢嗎？但是每當她剪指甲就會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會生病，後來就開始一直留指甲了。為了讓自己的指甲顯得不那麼詭異，大姐來到美甲店，店主剛開始也被嚇了一跳。店主在大姐指甲上畫上圖案，這樣就顯得可愛多了。大姐說會一直留着指甲，準備以後出演梅超風。和大姐一樣，下面這個男人50多年沒有剪過指甲。大叔從小就沒有指甲，不僅如此，他連腳指甲也沒有，掉在地上的小東西根本撿不起來。對他來說，開易拉罐是最痛苦的。更難以置信的是，他竟然拿不住玻璃杯，杯子在他手裡反復滑落。節目組懷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卻說自己沒有指紋，光滑的東西根本拿不住，怎麼可能沒有指紋？節目組仔細觀察，大叔的指尖確實非常光滑。節目組和大叔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沒有任何紋路。由於缺少指甲的保護，輕輕按壓手指就會帶來劇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卻很依賴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動手，就連纏個線圈都會疼痛難忍，哪怕一個小小的失誤都會給他脆弱的皮膚造成不小的傷害。他的手上布滿了傷痕，即使這樣，他也工作了30年，因為要養活一家老小。至於他為什麼沒有指甲，醫生說他患有一種罕見的皮膚病，簡單來說就是皮膚黏膜很容易起水泡，而且是遺傳性的，沒有根本治療的方法。所以女兒出生的時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檢查女兒的手指。看到女兒有着正常的指甲，大叔激動的哭了。他不想讓女兒承受和自己一樣的痛苦。大叔平時最喜歡做的就是幫女兒剪指甲，女兒也很懂事，會幫父親包紮傷口。我覺得大叔可以去做個美甲，就是貼個假的指甲，可能會好一點。和大叔一樣，下面這個女孩從小就與眾不同。女孩長了滿臉的鬍子，又粗又硬，從鼻子一直延續到脖子。不僅如此，她的2個妹妹也長了滿臉鬍子。奇怪的是，她的2個姐姐卻是正常的，而且她媽媽臉上也是乾乾淨淨的。媽媽說她們剛出生臉上就有鬍子，可能是遺傳他們的父親。照片可以看得出來，他們去世的父親就是滿臉鬍子，但只有最小的3個姐妹遺傳了父親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臉上的鬍子也越來越旺盛。她們也嘗試過刮鬍子，但是越刮長得越濃密，全身上下厚重的毛髮讓她們很痛苦。同學都嘲笑她們是猴子，這給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傷害，他們變得抑鬱焦慮，姐姐甚至放棄了上學，選擇在家裡幫忙種地。毛髮摧毀了他的夢想，為了讓2個還小的妹妹擺脫毛髮的束縛，他帶妹妹來到醫院，醫生拿放大鏡仔細檢查，說就算是遺傳，這種情況也是非常罕見的，在學術界還沒有和他們一樣的案例。醫生給他們做了激光脫毛，但很快鬍子又長了出來。醫生把毛髮樣品寄到了研究所，現在只能等待分析結果。雖然不確定有沒有治療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過程也是開心的。那最後就祝他們早日恢復正常，繼續追逐夢想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是一棵會生錢的樹，每天都能在樹下找到1枚硬幣。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幣，很奇怪，都是50的。店主說2個月前打掃衛生時，在店門口的樹下意外發現的，之後每天都會出現1枚硬幣，他也不敢用，只是把硬幣收集起來。對於這種現象，有人說柿子樹果實累累，象徵着家族興旺，可能是有人對着樹許願丟的硬幣。這種說法還是挺靠譜的，畢竟我們這邊也有許願丟硬幣的做法。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樹下面卻找不到任何硬幣，只有他店門口的樹会這樣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店主很焦慮，這是有人在對自己下蠱施法嗎？節目組安裝了攝像頭，想要找到丟硬幣的人。經過漫長的等待，一位可疑的大媽出現了，她不經意地路過柿子樹，隨手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。節目組迅速出擊，面對質疑，她卻說什麼硬幣不硬幣的，我丟的是一片樹葉。原來大媽喜歡聞樹葉的味道，時間一長，樹葉的味道就淡了，自己就隨手丟了而已。看起來好像真的不是這位大媽。
嗎？節目組決定繼續觀察，一直到深夜都沒有出現可疑人物。第二天早上7點起床到樹下一看，再次發現了硬幣。節目組趕緊調監控，發現了一個行為可疑的大媽。她在早上5點的時候有目的的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，隨後匆匆離開。店主看到這一幕講話了。原來這個大媽是收廢品的，每天都會來店裡收廢紙箱。為了確定丟硬幣的是不是她，店主在一枚硬幣上做了記號。沒一會兒，大媽又來收廢品了，隨後在店裡買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帶記號的硬幣找給了她。大媽剛出門就把硬幣丟在了樹下，隨後店主找到硬幣確認了，一直丟硬幣的人就是廢品大媽。節目組趕緊追了上去，大媽也承認了，丟硬幣的就是自己。至於為什麼一直這樣做，大媽說店主每天都會把廢紙箱給自己，而且還不要錢。為了感謝店主，又怕店主不接受，才會偷偷的把硬幣丟在樹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個溫暖感人的靈異事件。大媽最後也向店主解釋了一切，和廢品大媽一樣。下面這位大媽也有反常行為，大媽交不起水電費，卻每天給陌生商販送錢，每人大約給2萬，而且還不買東西，不要的話她會把錢丟進下水道。市場裡的商販都無緣無故收到過，就連街頭賣菜的大爺大媽也收到過。這種奇怪的行為每天都會上演，而且最近金額也在變大，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萬。大媽送錢也從不廢話，丟下錢就走。假如一天要發10萬，一年就是3600萬。有人認為大媽可能中了彩票，然後想做善事回報社會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沒這麼多錢。節目組在他經常發錢的路口安裝了攝像機，經過漫長的等待，一個拉着購物車穿紅色衣服的女人出現了。她先來到銀行取錢，取完錢隨手把一些錢送給了旁邊坐着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說真的奇怪，我都不認識她啊。大媽剛離開銀行就開始給路邊的小販發錢，發完繼續去下一個地方。節目組追上大媽想了解下情況，大媽發現了攝像機，拉着购物車就溜了。大媽的迷惑行為還在繼續，買了幾個漢堡後給旁邊的人分了幾個，路邊樹底下丟一個，剩下的直接丟進了垃圾桶，這多少就有點浪費啊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大媽同意讓節目組跟她回家。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樣，她家裡很破，而且家裡只有大媽一人，那她為什麼要給別人送錢？大媽卻一口否認，說自己沒有給別人送過錢。交不起水電費的大媽每天卻給陌生人送錢，問她為什麼這樣做，大媽卻說自己沒有給陌生人送過錢。節目組說我們都拍下來了，就是你啊。大媽改口說自己是奉命辦事的，是大山守護神讓自己這麼做的。然後大媽又扯了一些有的沒的，越說越玄幻。節目組還發現她家一直沒有交水電費，大媽的存折上也只有幾萬塊，看起來生活本身就很困難了，根本不足以支撐她每天出去送錢。這时大媽又說自己把股票賣了，但看起來像是臨時編的謊話。第二天大媽又去了銀行，把剛取出來的15萬直接放在大廳的凳子上，誰想要誰要。節目組把錢收起來還給大媽，大媽突然哈哈大笑，直接把錢丟進了下水道。這種反常舉動，節目組覺得有必要帶大媽去看醫生了。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大媽的情況，想要幫助她都被拒絕了。節目組想要說服大媽去醫院，還是被拒絕。接着大媽還哭了起來。經過連續幾天的勸說，大媽同意去醫院。一番交流過後，魏浩宇醫生認為大媽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同時還出現了幻覺，都是由於長期缺愛導致的。醫生建議大媽要敞開心扉，分享自己的感受。街道辦事處表示會幫助大媽，給她溫暖，讓大媽感受到被愛。曾經收到大媽錢的商販也表示會把錢還給大媽，希望她能好起來。至於她的錢到底哪裡來的，節目中也沒說明白。就這樣吧，如果現實中遇到這種送錢的人，你們一定不要大驚小怪的，請叫上我，謝謝。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女孩每天流出紅色的汗，即使氣溫接近0度，她卻熱得受不了，額頭上不停地滲出紅色液體。仔細一看，媽媽卻差點嚇死，從額頭到脖子再到後背都滲出了紅色液體，紅色液體分布非常不均勻，看着像汗水，但她又不敢肯定，人怎麼可能會流血汗呢？拿上毛巾，趕緊給女兒擦身體，毛巾瞬間就染成了紅色，把毛巾在水裡洗上幾下，一盆清水就變成了淡紅色。媽媽這下慌了神，好端端的女兒怎麼會突然出现這種怪異症狀？來不及多想，趕緊把女兒送到了醫院。一番檢查下來，結果卻完全出乎了預料，各項指標都很正常，沒有發現什麼病症。懸着的心稍微緩和了一下，可萬萬沒想到，當天晚上怪事又發生了，女兒突然發起了高燒，身上再次流出紅色液體，這紅色液體好像有神奇的魔力。第二天女兒就突然好了，而且連續幾天都沒再冒出紅色液體，女兒變得很正常。媽媽觀察了一段時間，發現流血汗沒有任何規律，有時呢運動就會流，有時睡覺會流，如此反覆無常的血汗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大家帶她來到大醫院，醫生用吸管對血液取樣，送到化驗室做檢驗。沒想到啊，等待結果的同時，下面這位大爺又流出了藍色的汗。
大爺每天都會流出藍色的汗，衣服上經常出現一片藍色印記，把衣服泡在水裡，清水瞬間就變成了淡藍色。剛開始呢，妻子也沒有多想，覺得八成是丈夫不小心染上了藍色墨水，但她萬萬沒想到，接下來這事不僅沒完，反而變本加厲。第二天，丈夫換下來的衣服上又出現了藍色印記，接連幾天都是如此，甚至床單上也開始出現藍色印記。更奇怪的是，印記都出現在腋下部位，老兩口徹底懵了，這藍色印記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大媽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呢就聞了聞，哎，什麼味兒都沒有，難道是去外面晾衣服的時候被別人弄上去的？仔細想想也不合理啊，不可能每次都弄在腋下啊，難道真的是丈夫流出了藍色的汗？大爺還說最近在吃一種降血壓的藥，懷疑是藥物導致的藍汗現象。隨後我們陪同大爺去了同一家醫院，醫生表示藥物中不存在使汗液變藍的成分，接着也對大爺流出的藍色液體做了采樣化驗，同时小女孩的化驗結果也出來了，結果顯示两個人流出來的還真是汗液。醫生判斷他們的汗腺出了問題，導致了一種叫嗜汗症的症狀，一旦汗腺功能失調，再加上細菌入侵，汗液就会在細菌的作用下導致變色，至於顏色有紅色和藍色的區別，可能和細菌不同有關。醫生表示嗜汗症對人體不會造成太大傷害，隨着汗腺功能恢復正常，嗜汗症的情況也會隨之消失。他把生牛肉當面膜，整張臉貼滿了新鮮牛肉，血水還不停地滴下來，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費，直接吃掉，邊吃呢還邊笑，還說敷完後皮膚光滑有彈性。更誇張的是，敷完面膜後他竟然用大骨湯洗臉，還必須用熬了12小時的牛骨湯。他說自己是乾性皮膚，骨湯裡有滿滿的膠原蛋白，對皮膚很好。最急的人是他妹妹，認為姐姐38歲的年紀看起來像18歲，容易引來非議，而且由於常年吃生肉，去醫院檢查後還發現身體竟發生了一個奇怪的變化，但他卻並不在意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讓記者也試一試牛肉面膜，從袋裡拿出新鮮牛肉就往記者臉上塗，邊塗呢還邊問記者敢不敢動，記者嚇得直接不敢動。不一會兒，記者臉上都被覆滿了生肉，靜靜躺在沙發上感受效果，看到不停滲出來的血水，他卻忍不住流口水，敷完後直接扯下一塊塞進嘴裡，還說口感非常滑嫩爽口。他還推薦記者嘗一下，記者含着生肉遲不敢吃下去，他每天都要去買新鮮的生肉，檢查是否新鮮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。店主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，他卻並不在意別人的看法，確認新鮮後直接買了一大袋，回家後簡單調個蘸料就可以開吃了。因為吃着也很費錢，他沒事就去餐廳打工，這樣還可以順便吃點餐桌上的剩肉。老闆看到後也不敢說什麼，畢竟敢吃生肉也是個狠人。等發工之後，他摇身一變又成了顧客，在自己的打工店繼續買生肉吃，雖然吃的是烤肉，但從來用不到烤盤。他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萬塊，然而一頓就吃了8萬塊的生肉。這天他遇到了另一個喜歡吃生肉的人，兩人來到魚肉店開始了比拼。大媽拿起一片生豬肉，蘸點醬油就開造。大媽表示吃生肉還沒怕過水，兩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盤豬肉。接下來兩人準備吃活魚，簡單處理一下，抱起來就啃，一口下去還會爆漿。不一會兒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，兩人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，還約好以後要經常出來一起吃。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？最後大家還是帶他來醫院檢查，結果在他腸道裡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豬肉絛蟲，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，還告誡他為了健康千萬不要繼續生吃了。這個山洞會流血，暗紅色的液體瞬間就會把整個湖面染紅，水面聞起來還帶着一股血腥味兒。這種現象每月都會持續好幾天。更神奇的是，即使在寒冬臘月，湖水竟然是溫熱的。當時就有人猜測洞裡可能藏着某種大型的生物，是這種生物流血了。這一琢磨，馬上就有年齡大的村民想起了當地一個傳說，說是在很久以前當地大旱，老百姓都快渴死了，有一個叫李昂的教書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，用它救活了當地的老百姓。從那以後，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條龍，居住在洞裡，而每當有災難來臨，就會流出血淚。在山洞旁邊的神龍雕像，據說就是用來紀念李昂的。雖然在以前，村民對傳說都是半信半疑，畢竟呢，在這裡生活了大半輩子，從沒人見過真龍。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樣的湖水，說不定洞裡真有一條龍存在，搞不好啊，還是一條母龍。就在大夥浮想聯翩的時候，現場又發生了一件更加驚人的事，洞裡竟然傳來了小孩的哭聲，這讓村民倍感不安，都認為要有災難來臨。不少人還在雕像前誠心跪拜，祈求神龍息怒。說來也奇怪，祭拜的人多了以後，血水就突然消失了，而且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也沒聽說哪裡發生過大災。不過呢，還是有人不相信洞裡有龍，他們還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進洞裡一探究竟。隨着船漸漸靠近洞口，水的顏色也越來越深，慢慢就變成了深紅色。越往裡走，心裡越發毛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生怕驚動了怪物。但真是怕什麼來什麼，他們剛進入洞穴深處，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閃過一個黑色影子，兩人嚇得落荒而逃。不久後，洞穴裡再次流出血水，關於洞穴的流言又傳開了，不少人言之鑿鑿，說這洞穴裡肯定有龍。眼看這事越來越離譜，當地政府看不下去了，請來了地質專家，
說來也怪，專家來了之後，他居然就不流血了，沒有血水，只能先檢測一下湖水。檢測結果顯示，湖水中的鐵離子含量異常高。專家認為，既然湖水是從這洞裡流出來的，那就要去洞裡找原因。於是專家一行人坐船進入洞穴。隨着他們不斷深入，專家發現有一塊岩壁的顏色明顯發紅，與其他岩壁一對比，那就更顯眼了。用手在這塊岩壁上輕輕搓了搓，竟然把岩壁上的紅色物質搓了下來，而把紅色物質放入水中，清水立刻就變成了血水。專家研究了半天，說這個紅色物質就是氧化鐵，俗稱鐵鏽，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。原來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鐵礦，當地下水流過，就會把鐵一起帶走。一旦進入水中的鐵鏽增多，它就會出現流血水的奇觀，而水中的血腥味兒，其實呢就是鐵鏽的味道。大媽肚子裡竟然長了一朵花，花瓣清晰可見，甚至還有花粉，每次上廁所都伴有阵陣花香。連工作50年的醫生都沒想到，這竟然是由於一件小事造成的。大媽說最近肚子經常伴有一股鑽心的疼痛，感覺有什麼東西正在肚子裡生長。來醫院通過胃鏡一看，果然發現了異常。剛開始呢以為是未消化的生菜葉，但隨着檢查的深入，發現問題並不簡單。一朵完整的花呈現在眼前，花瓣花蕊清晰可見，檢查的過程中還脫落了一片花瓣，可以肯定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，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長出來的，而且胃壁上還發现了几個奇怪的白點，還真有點像花朵的根莖，但胃裡怎麼可能開花呢？正常來說，即使花朵偶然進入體內，很快就會被胃液消化掉。醫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接着詢問了大媽最近的飲食習慣。大媽說為了過年回家相親，最近呢在努力減肥，只喝了大量的水，沒事的時候就去修剪鮮花。然後我們就在花籃裡找到了同款花朵，大小一模一樣。我們懷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，在胃裡正好開了花，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。大媽還說自己修剪花朵的時候不斷打噴嚏。這時呢醫生想到了另一種可能，醫生說如果噴嚏碰巧打落了花朵，花朵就有可能掉進水杯裡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。正是因為喝了大量的水，胃液被稀釋，不足以腐蚀花朵，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。為了驗證這一猜測，醫生還做了測試，讓實驗對象喝了大量的水，隨後吞下幾朵花，接着來做胃鏡檢查。胃鏡裡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，繼續深入檢查，但始終沒有看到其他的花瓣，像大媽一樣保存完整的屬實罕見。醫生表示，一定是多種因素綜合在一起，才導致了這種巧合。這個小區地面溫度高達83度，新鮮樹葉只過了2分鐘就被烘乾了，輕輕一捏就成了粉末，螞蟻爬過直接烤焦，連雞蛋都能煎熟。奇怪的是，周圍都不熱，偏偏就這1平米的水泥地發熱。其實等到太陽下山，這一塊地方依然是熱浪逼人。小區居民議論紛紛，有人說是漏電導致的，還有人說是天然氣洩漏引起的。隨後大家找來電工師傅，師傅檢查了半天，結果呢並沒有漏電。很快天然氣公司的人也來了，他們拿出探頭在地上掃了半天，也沒有檢測到洩漏的天然氣。小區居民看着這一塊發燙的地面，心裡頭更加不踏實。大家決定挖開地面，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找來了幾個工人又開挖，可是沒想到越往下挖溫度越高，還伴隨着陣陣白煙。再一看溫度計，都已經到100度往上了。看到這反常的一幕，有人大喊火山要爆發了。一聽這話，幾個工人嚇壞了，說啥呢也不肯往下繼續挖，還把已經挖開的坑趕緊填上了。但火山爆發和這相差實在太遠，屬實不太靠譜。又有人說會不會要地震了，一聽這說法，整個小區是人心惶惶。有人還鬧着要搬家，物業趕緊請了幾位專家來調查真相。一番調研之後，專家懷疑是放射性元素裂變造成的。這句話讓所有人大驚失色，專家趕緊拿出儀器一通檢測，還好沒有檢測到任何放射性元素。為了找出真相，專家說還得繼續往下挖。但隨着坑越刨越深，又一個令人驚訝的情況出現了。挖到大概1米深的時候，突然出現了一灘積水，緊接着本來一直冒熱氣的坑慢慢就涼了下來，白煙呢一下子也不見了，連各位專家也是一臉懵。專家們商議片刻，說還得繼續挖。為了加快進度，大家又請來了專業的鑽探隊，工人們搭起鑽探架，把一根長長的磚頭打進了地裡，這一下去就挖上來很多黄土。鑽探結果表明，小區地下的土層非常鬆軟。這時專家一拍腦袋，說應該是地熱導致的這種現象。專家認為在小區地下幾千米處有着一些很細小的地下裂縫，地球內部的熱量通過縫隙順着鬆軟的土層跑到了地面，就造成了地面發熱的現象。至於挖掘過程中發熱現象突然消失，是因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漿，這些泥漿在不知不覺中就把這些縫隙給堵住了，地熱也就被隔開了，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復到了正常溫度。他把鞋油塗在臉上，連續10年，每天都要塗1盒。10年來沒洗過臉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臉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蓋。鞋油乾裂後，令他疼痛難忍。即使這樣，他依舊每天塗抹鞋油，從1天塗抹1次，直到後來的1天塗1盒。邊塗還邊笑。問他為什麼要這樣，他就什麼都不說，緊張的環顧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麼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麼。隨後跟着一個女人來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說女人是他姐姐，詢問姐姐情況，姐姐卻越來越激動，看着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晚上他們就隨便
找個凳子睡覺。此時溫度零下4度，節目組想要幫助他，卻被拒絕了。節目組帶他們來到派出所，想確定一下他們的身份。根據指紋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，節目組決定帶他們回家。剛上車，一聽說要回家，姐姐立馬暴躁地哭了起來，還讓節目組趕緊放她走。沒辦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隨後姐弟倆坐上地鐵，消失在了鏡頭裡。節目組單獨去拜訪了他家裡，父親說他倆智力有缺陷，經常離家出走，曾經多次阻止也無濟於事。為了尋找他們，父親到處張貼尋人啟事，一直沒有回音，還以為姐弟倆已經遭遇不測了。節目組想要幫他們團聚，在車站找了好幾天，終於找到了姐弟倆。至於為啥不願意回家，姐姐還是沒有說。節目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住的地方，經過長時間的勸說，他決定洗臉了。血油成塊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個小時，終於清洗乾淨，這樣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醫生交流後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鐵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無緣无故的開始毆打，往他臉上塗血油，還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塗血油。慢慢的，為了保護自己，他就開始主動往臉上塗血油。這時姐姐也說出了離家出走的真正原因，原來姐弟倆還有一個哥哥，哥哥脾氣暴躁，經常對他們拳打腳踢，兩人天真的以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們就不会挨打了，才會不斷的離家出走。經過長時間的心理諮詢，姐弟倆終於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，一家人終於團聚了，還表示以後不會再離家出走了。大媽腦袋裡長了一塊吸鐵石，頭上總會吸到曲別針之類的小東西，而且還不會掉，走到哪吸到哪。但腦袋看起來沒有任何異常，而且最近經常無緣無故的頭痛，疼得她滿頭大汗。去醫院做了腦部 CT， 但機器一直叫個不停。醫生剛開始還懷疑她戴了發卡，經過多次檢查，醫生也震驚了，她腦袋裡還真的有一個12毫米的東西，邊緣看起來很鋒利，就鑲嵌在頭骨上，距離大腦不到1毫米。如果穿破頭骨的話，那後果不堪設想。奇怪的是，頭上並沒有任何傷口，大媽也完全不記得這東西是怎麼進入腦袋的。醫生懷疑是小時候摔倒後，這東西就卡在了腦袋裡，當時沒注意，慢慢的傷口就愈合了。隨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，經過漫長的等待，醫生成功把這東西取了出來，在體內存在了30年，表面都已經生鏽了。那到底是不是吸鐵石呢？經過分析這東西和吸鐵石成分很像。專家說，這種金屬一般都是用作加熱元器件，像吹風機了、取暖器裡面都有這種東西，很難想象是怎麼進入腦袋的。手術後大媽狀況良好，再次進行 CT 掃描，機器也沒有響。看着伴隨了自己30年的吸鐵石，大媽唏噓不已。无独有偶，下面這個大爺腦袋裡也有個東西。大爺腦袋裡有一顆子彈，只要一思考，腦袋就會疼。子彈已經存在了40年，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擊，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，當時就做了手術，本以為子彈完整的取了出來，但由於最近劇烈頭痛，去了醫院，才發現腦袋裡還有殘留的碎片，專家都不敢相信他還活着。妻子很震驚說一直以為丈夫腦袋都是漿糊，沒想到還真差點成漿糊。但是現在有個棘手問題，子彈距離大腦關鍵區域只有3毫米，要想取出子彈，很有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事故。由於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，醫生建議保守治療，平時頭痛的話可以吃點藥。大爺也覺得本來子彈都在腦袋裡待了40年了，也不差這幾年了，對吧？和他一樣，這個男人腦袋裡有一顆螺絲釘，而且頭上沒有任何傷口，不記得怎麼卡在裡面的。他說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腦袋，當時血流不止，去醫院做了腦部 CT， 才發現腦袋裡有一個2厘米的東西。不過還好，這東西只停留在了頭骨上，醫生認為可能是螺絲釘，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沒見過這種螺絲釘。母親也很震驚說他小時候頭上沒有受過傷，和醫生商議後決定立即開展手術。幾個小時後，東西終於被取了出來，醫生認為是雨傘的傘頭，確實非常像。他也說小時候經常和小夥伴拿傘打着玩，可能無意間就卡在了腦袋裡。不過現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。要我說更奇葩的還要數下面這個大媽。大媽屁股上長了一塊6厘米長的玻璃，玻璃已經存在了36年，她卻毫無察覺，還說一點都不痛。直到一次健身的時候，突然屁股剧烈疼痛，檢查過後才發現屁股裡竟然有一塊玻璃，玻璃距離腸道只有1厘米，劇烈運動或者稍有不慎都會傷到內臟，按說都會出現感染或者腫脹的情況，但大媽36年來沒有任何症狀，這就很奇怪了。那玻璃是如何進入身體的？大媽回憶說，年輕時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門，當時就腿上扎了一個玻璃碎片，其他地方沒感覺到疼，萬萬沒想到屁股上還有一個，就這樣存在了36年。下面這個男孩也很神奇，他從8歲就開始脫髮，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沒有，眉毛光禿禿的，下巴也乾乾淨淨，甚至連睫毛和鼻毛都沒有。同學們嘲笑他是怪胎，这讓他很自卑，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，連帽子後面的洞也要縫起來，永遠坐在教室最後一排。他說走在街上，感覺別人都在議論他，甚至患上了抑鬱症，休學了1年，即使在家裡也要戴着帽子。母親說去過很多醫院都沒有治好。節目組帶他找到毛髮專家，檢查了半天，終於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一根毛髮。專家說這種情況是有可能治好的。聽到這話，母親激動的哭了，她也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，決定不再在乎別人異樣的眼光，別人愛說什麼就說什麼，那就祝他趕快自信起來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
他把一坨便便鎖在了保險箱裡，還說這坨便便價值1000萬啊，裡3層外3層的打開，這不就是塊石頭嗎？但他說這是鯨魚的便便，叫龍涎香，高檔香水就是用這玩意兒做的，比黃金還要貴10倍，一克就能賣3000塊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魚塘發現的，他本來也以為是石頭，沒想到啊扔在水裡竟然飄了上來，哎，這就很神奇了。上網那麼一查，哎，和網上說的龍涎香非常像，這不一夜暴富了嗎？工作人員聞了聞，哎，確實沒什麼臭味，難道真的是龍涎香？朋友們都覺得這是真的，但村裡老人說啊，他們這片根本就沒出現過鯨魚，哪來的鯨魚便便啊？說再多都沒用，接下來直接找專家。專家說這玩意兒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鯨魚裡面只有1只鯨魚體內會有龍涎香，這其實就是鯨魚體內的結石。專家對着便便一陣猛聞，還做了個簡單的測驗，各種特徵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斷這可能就是龍涎香。大叔那是越聽越興奮，但專家說還需要進一步採樣化驗。一番分析後，大叔滿懷期待，然而結果卻顯示這並不是龍涎香，只是一個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寶貝瞬間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糧，那泡沫就給扔了。然而下面這個小哥也把不值錢的東西當成了寶貝，他能用各種蔬菜當樂器，只見他掏出胡蘿蔔就吹了起來。工作人員還是不相信啊，他也不廢話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僅如此，什麼紅薯、山藥、西葫蘆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當樂器的好處就是餓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蘭花又吹了一曲，還用山药做的樂器吹了一個。然而把蔬菜做成樂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證蔬菜的新鮮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測試音準，一點點調整孔洞大小。節目組決定升級挑戰，拿來了西瓜、雞蛋和大蔥。小哥輕蔑一笑，啊，就這，手起刀落就把3樣食物變成了笛子。沒想到啊，還都吹響了。現在有個問題就是樂器的保鮮時間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純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來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買新鮮蔬菜，這成了一筆不小的花費。他現在呢已經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樂器，拿着一顆洋蔥就開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過要說奇人，那還是得看下面這位大叔，他能在頭髮絲上刻100個字。只見他先把頭髮固定起來，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，最後呢給頭髮上個色，文字在顯微鏡下就顯現出來了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可以在沙地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寫一部千字文，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間還要更換20多種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鐵塊上也能刻800多個字，相對來說在小米粒上刻字就顯得簡單多了。大叔說頭髮上刻字很考驗人的耐性，剛開始做的時候刻了100多根頭髮，1年下來呢只成功了2根，為此自己頭髮日漸稀疏，現在都是用別人的，見到別人都是先看頭髮，黑長直是他的最愛。他现在還開了頭髮展覽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頭髮上寫1行字，還說希望以後可以在頭髮上畫一幅清明上河圖。下面這個奶奶雖然沒有大叔厲害，但也值得一看。90歲的奶奶經歷過車禍後，腰板竟然變直了，之前在家裡走路都要扶着牆，牆上還留下了一道痕跡，現在呢上樓都不費勁，專家都表示不可思議。奶奶說出車禍後自己當時就懵了，什麼都不記得，醒來就变成這樣了，哎，就很神奇。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體卻沒有腐爛，甚至散發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還在生長，連血管都清晰可見，甚至還長出了黑頭髮。家人都認為奶奶並沒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們會定期給奶奶剪指甲，每天還要給奶奶擦身體，單獨給她做飯。看着成為一具乾屍的老太太，節目組也震驚了。原來15年前奶奶突發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況下，竟然噴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斷氣了。奇怪的是，體溫並沒有下降，一直維持在36度，身體也不僵硬，除了沒有氣息外，沒有任何去世的症狀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裡，慢慢就變成了一具乾屍。專家說，只有在極其乾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乾屍。然而當地的天氣高溫潮濕，這種環境下沒有腐爛，就很不科學。節目組覺得可能做了防腐處理，但家人卻說並沒有做過任何處理，還說奶奶有個特別的習慣，那就是吃齋，一吃就堅持了50年，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當地廣為流傳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想要一睹真容，還覺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，專家也沒有給出解釋，只能說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這面牆也很奇怪，他家的牆會哭，只要靜靜的聽，就能聽到抽泣的聲音，整整哭了
了10天，店主說有時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會兒，越到晚上哭聲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顧客都被嚇跑了。工作人員錄下聲音，找到了專家，對聲音進行了波長分析，總之結論就是這聲音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。哎，真是見了鬼了，難道牆是活的，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請來了裝修師傅，這師傅一來啊，也不敢得罪這牆，大家鼓勵了他好久才開始。現在牆上打了個洞，內窺鏡往牆裡一看，就看到了2隻閃亮的眼睛。師傅被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隻小貓咪，牆上都是抓痕，看起來現在已經精疲力盡了。那它是怎麼鑽進去的？節目組檢查了屋頂，猜測是通過屋檐下的縫隙鑽進去的，在牆壁之間穿行時不慎跌落到了牆裡面。店主說這隻貓我見過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門口轉悠。店主決定明天拆牆救它，可第2天牆裡一點動靜沒有，通過手機觀察，裡面空空如也，貓咪不見了。專家認為貓咪已經自己逃脫了，強大的求生欲讓它克服了種種困難，最終爬了上來。幾天後，小貓咪果然出現了。然而下面這家也發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經常無緣無故的出現長頭髮，有長有短，最長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時出现在廁所，有時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頭髮做对比，大小幾乎一模一樣。他覺得這就是人的頭髮，關鍵他家人都是短髮，而且最近來家裡的人也都是短髮。一開始呢還誤會了老公，以為是老公在外面帶來的。這種現象呢是1周前開始出現的，老公當時在疊衣服，就發現了一根長頭髮，衣服是剛從烘乾機裡拿出來的，他趕緊查看烘乾機，裡面卻乾乾淨淨，毛都沒有。慢慢的頭髮出現了越來越頻繁，看着嚇人。房子呢是他們租的，剛住進來也沒幾個月，而且像這樣的房子租金卻很便宜，當時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們懷疑房子裡發生過不好的事情，難不成真的有鬼？節目組帶着毛髮找到專家，專家看了半天，說從粗細大小上來看和頭髮確實很像，接着又在顯微鏡下觀察，結果專家卻說這並不是頭髮，那這到底是啥呢？專家說這就是褲子上的線頭而已。接着妻子檢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裝上抽出了一模一樣的線頭，長度也完全符合。嗨，虛驚一場。好了，我是預備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